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現在我們正在進行的是 HSK 5級考前輔導系列課程。那這個課程呢，可以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5級考試，從而獲得更好的成績。那我們現在呢，首先來了解一下 HSK 5級它一共是分為3個部分：聽力、閱讀和書寫。然後這3個部分呢，它一共是120分鐘，大概是可以做完的，也就是2個小時。那2個小時呢，其實是比較長的時間，所以建議大家呢，在考試之前一定要多做一些練習，去習慣2個小時你的腦子是非常集中的在2個小時裡邊非常緊張的情況下，你可以做完聽力、閱讀和書寫3個部分的問題。那這個呢，其實是很多同學都會有問題的一個方面就是很多同學在考試之前準備的時候，沒有完整的120分鐘做過一套題。那這樣的話呢，很多同學就不太習慣在聽或者是讀的時候，或者是寫的時候呢，速度就會有問題那這個希望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可能有很多同學呢自己做了很多題，但是在做題的時候沒有考慮時間的問題，所以這樣的也會出現一些小問題這個是我們的這個完整的介紹。那我們現在首先呢，要從第一部分開始講起，因為我們的課程是按照聽力、閱讀和書寫3個部分分別進行。那首先，當然第一部分就是聽力了。我們來看一下，在聽力呢，其實裡邊也有2個部分。那第一個部分是第1題到第20題，是聽到短對話一共是20道題。然後在第2部分呢，你會看到這樣的25道題目，但是呢，它是分2種，一種是比較長的对話，一種是短文那我們當然也要先從第一部分開始。第一部分呢，它是從第1題到第20題，然後呢，它一共是20個題目，它是很短的对話，就是一個男的說什麼，一個女的說什麼，或者是一個女的說什麼，一個男的說什麼。那我們如果是只有每個人說1句的話，這樣的對話呢，我們叫一輪對話。好，那2個人的對話呢，大概在聽的時間是20秒。那聽完了以後呢，你會有7到10秒的時間來回答問題，或者是去看下一道題目。那麼我們要注意的是，在我們做這個聽力練習的第1部分的時候呢，我們要注意的是什麼？ HSK 5級和 HSK 4級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跟4級比較的話呢，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在 HSK 5級裡邊，可能你常常是聽不到一樣的句子。什麼叫聽不到一樣的句子？就是你在聽的時候，你可能希望ABCD 裡邊你有一個是听到完全一樣的句子，你可以選擇。在4級裡邊，這個是有可能的，甚至有可能是50%的情況下，你會聽到差不多一樣的句子。但是呢，在5级裡邊，這個的比率就大大的下降了。也就是說，可能只有20%甚至10%的情況下，你会听到完全一樣的句子，你可以直接選擇出來。但是其實大部分的情況下，你必須要通過對話，你要去聽你要去猜答案是什麼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你不要去期待聽到完全一樣的句子，你一定要注意男的說什麼，女的說什麼，然後綜合起來考慮一下答案應該是什麼。或者是他們会有差不多一樣的意思的句子出現，但是換一種说法。那麼在5級裡邊，這個是非常多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一下。我們先来可以看一下一個題目，我們可以先試一試，感受一下這個題目。
我們首先呢要看一下 A、B、C、D 分別是什麼。A 是沒帶橡皮 ，B 是還沒還書 ，C 是把簡歷弄丟了 ，D 是和別人吵架了。那我們看到這個 A、B、C、D 的時候，我們發現它都是一個問題，就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那麼我們可以猜測一下，那一個男的和一个女的在对話的時候，他們一定是有一個問題的。那麼可能是說了這個問題是什麼，然後說了是他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在看 A、B、C、D 的時候，可以猜到他們會說大概會說什麼，然後呢，我們注意去聽他們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好，我們現在呢，先來試一下。現在開始第一題。1. 糟糕，我今天沒帶橡皮。別着急，我這兒有2畫，可以借你1畫。女的怎麼了？好，那這個是最簡單的一種了啊，這是 HSK 5級考試裡邊最簡單的一類題目，你可以直接聽到答案，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很有可能以後你不會再聽到直接答案了。那這個題目呢，我們大家聽完了以後，所有的人都可以選擇出來正確答案啊！我相信這是非常簡單的，因為你可以聽到這個女的說糟糕，那你要知道糟糕，它的後邊一定是她會說一下這個不好的事情到底是什麼，所以你很快就找到了答案。那選擇 A。答案是選擇 A， 糟糕，我沒帶橡皮啊，這個是非常簡單的哈，非常簡單的一個題目。那我們現在首先是了解了這個題目啊，它大概是一個什麼樣子，我們也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題目來體驗一下。但是實際上，剛才老師也說了，在做 HSK 5級聽力的時候，很多情況下你是聽不到直接答案的。那我們就要去聽，然後去想答案應該是什麼。所以呢，我們在考試的時候要注意的是，其實有很多的方法在裡邊，我們是需要學習的。那第一個需要學習的方法就是預測很重要。大家有沒有發現，老師剛才在帶着同學們一起做題的時候，先讓大家讀了 A、B、C、D 分別是什麼？然後老師說了大概可能是一個什麼樣的題目，你會聽到什麼樣的對話，那這個就叫做預測。同學們可以看到，如果你是選擇參加網絡考試，你會看到這樣的一個頁面。那在這個頁面裡邊呢，這個看到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啊，這裡有一個進度條，就是有一個時間，這是有27秒。那這個27秒其實是 example， 是例題，是例子啊。但是呢，其實他給你看的這個是例題，但這個時候大家有沒有發現，在左邊呢有1、2、3、4、5、6、7、8、9、10這樣的題號？那這個題號其實就是你要去做的每一個題目。那例題對你來說其實根本就不重要，根本就不重要。聽例題的時間你可以不聽，你可以去做什麼呢？你可以用你的鼠標去點一下第一題，你可以去點一下第一題，點了第一題以後，你可以先去看第一題的 A、B、C、D 是什麼，然後你做好了準備，你去想我重點要去聽什麼。這個是我們所有做題的同學一定要注意的一點。那這個是我們說的網絡考試那麼你在聽第一題的時候，我們剛才說過了，有7到10秒的時間你可以去做題。那我建議最多你用3到5秒的時間把這個答案一定要選擇出來。那選擇出來之後你去做什麼？你還有5秒的時間，你馬上去點第2，然後去看第2題的 A、B、C、D。我為什麼要說你一定要去點呢？那如果你不點的話，它的進度是就這樣走到最後的時候才會自動跳到第2題如果你不自己去點的話，你要等它全部這個時間花完了以後才會跳到第2題。那樣的話呢，你只能一邊聽一邊看，
完全就是它一定會影響你的這個做題的這個效果，因為一邊聽一邊看的話呢，你很難集中你很難 concentrate， 所以呢，有的時候就会遇到一些問題。但是如果你做完了第一題以後，你馬上去看第二題你有5秒的时間去看第二題的 A、B、C、D， 你已經看過了。那在聽的時候，你只需要去認真的聽你需要的信息就可以了，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好，那這個是我們說的網絡考試。當然，如果你是紙筆考試，你會一下子全部看到所有的題目的 A、B、C、D， 可能会方便一点。你可以直接做第一題，做完了以後馬上去看第二题那麼這個是我們非常非常重要的做聽力考試的一點。其實呢，很多同學都不知道這一點所以因为我在看大家考試的時候呢，很多學生都是做題的時候就是自動跳到第二題，就一邊聽一邊看。那這個時候呢，常常會遇到一些問題，比如說一邊聽一邊看的時候，有的詞你沒有看懂然後或者是說你認真的去看 A、B、C、D 了，那你聽的時候很有可能就沒有辦法集中的去聽，你可能會錯過一些 detail 一些細節。但是我們知道在 HSK 5級裡邊沒有直接答案，你總是需要去想一想的，所以呢這些想的過程是需要一些 detail， 需要一些重要的詞彙告訴我們答案是什麼。如果你沒有認真去聽，那很有可能這個題目你就會做錯所以這一點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預測。那很多同學說了，老師你讓我看 A、B、C、D， 但是其實我並不知道我應該看什麼。我們現在呢來看一下，在老師告訴你需要去看 A、B、C、D 的時候，我們應該看什麼呢？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有 A、B、C、D 4個選項。我們先來看一下 A， 下午要開會。 B， 今天不是星期三。 C， 女的在提醒男的。 D， 男的不知道要開會。我們看到這個 A、B、C、D 以後，我們大概可以猜出來，這個是男的和女的的對話，他們在討論關於開會的事情。所以是什麼時候要開會呢？還是什麼時？這個是下午呢？還是星期三呢？還是說有誰忘了？是男的忘了還是女的忘了？等等。那麼我們看到A 和 D 都是提到了下午要開會，還是男的不知道要開會。像這樣的重複出現的詞，它很有可能就是我們這個題目的主題，而且很有可能答案就在 A 或者是 D 裡邊，因為它都提到了開會這件事情，所以話題一定是關於開會的。那麼我們在做這樣的就是題目的時候呢，我們在看 A、B、C、D 的時候，如果我們看到了 A、D 裡邊2個有一樣的詞彙，那很有可能它們是最重要的，而且很有可能答案就在 A 和 D 裡邊。但是不是100%，這只是一個很有可能的這樣的情況，但是可以幫助大家更好的、更認真的去聽這個對話。所以對話是關於開會的，那我們就要注意去聽開會的時間，還有就是到底是誰忘了誰忘了開會這件事情。所以這個我們在看了 A、B、C、D 以後，我們就知道了我們應該重點去聽的內容，對嗎？所以呢，我們現在來試一下，我們既然已經看了 A、B、C、D， 我們也知道了大概需要去聽什麼，我們就去認真的去听。大家要听男的忘了還是女的忘了，那麼男的和女的還有他們談到的這個開會的時間到底是什麼時候？那今天是不是星期三呢？我們也要注意聽一下。12，今天是星期三吧？差點忘了，今天下午還要開會。多虧你提醒，要不我也忘了。從對話中可以知道什麼？好，
大家都听清楚了嗎？我相信大家听完了以後，一定可以選擇出正確答案。那麼男的他說今天是星期三吧，那說明今天是星期三今天差點忘了，今天下午要開會。那麼我們可以聽到了差不多今天下午還要開會，所以其實是我們聽到了差不多一樣的句子，然後直接選擇就可以了。那後邊女的說多虧你提醒我，要不然我也忘了。那如果很多同學在聽到男的說這個句子的時候，其實應該已經可以選擇出答案來了。那你如果確定你選擇答案是對的，你選擇 A， 然後就可以去看下一個題目了。那如果你還不確定你的選擇是对的，那你可以听一下女的在說什麼。她說多虧你提醒我，要不然我也忘了。所以多虧你提醒我，所以是男的提醒女的，而不是女的在提醒男的所以这個是一個怎麼說，我們說 trap， 這是一個騙你的，他希望你做錯的這樣的一個就是一個迷惑的一個選項，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但是在這裡你有沒有聽到有沒有注意到，就是說你聽到了提醒，可能很多同學就會說，哎，我聽到提醒了，那我是不是就應該去選擇提醒呢？那你一定要注意是誰提醒誰，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好，這個是我們的這個題目。那我們通過看 A、B、C、D， 我們猜出來他們要去說什麼，然後我們也猜出來我們重點要去聽什麼，那答案也是很容易就去找到的这個是我們的一個題目。那我們現在再來做一點點練習。首先大家還是一起來看 A、B、C、D。A 要結賬 ，B 烤鴨很好吃 ，C 烤鴨上得慢 ，D 別浪費糧食那我們從這個裡邊，我們可以聽到有結賬還有上菜的這個上，還有好吃不好吃，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對話應該是在飯館裡邊發生的，他們有可能正在吃烤鴨。那關於這個烤鴨可能有什麼事情我們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說別浪費糧食，他們有可能提到了打包的問題。那烤鴨好不好吃是味道的問題，上得慢是烤鴨還沒有來，我們等了很長時間，烤鴨還沒有上來。要結賬就是他們已經吃完了。所以我們知道了，看了 A、B、C、D 以後，我們可以猜出來這個對話大概是什麼，我們也知道我們應該去聽什麼內容了，對嗎？我們就要去聽這個男的和女的他們在吃烤鴨，是吃了烤鴨已經來了，還是烤鴨還沒來這個是我們最重要的問題，對嗎？而且我们說了，如果這兩個選項裡邊有一部分是一樣的，那麼很有可能答案就在 B 和 C 裡邊會出現我們肯定要更重要的是關注 B 和 C 是吃了以後覺得很好吃，還是說他們還沒有吃到烤鴨，因為上菜上得很慢。我們現在呢一起來聽一下，大家看一看答案到底是哪一個。行，服務員，我們的烤鴨還沒上來，能不能快一點兒？好的，您稍等，我去催一下。男的是什麼意思？好，那我相信大家聽到之後一定會馬上選擇出答案來，因為男的已經說了，烤鴨還沒上來，能不能催一下，快一點兒？那聽完男的說話，我們就應該已經把答案選擇出來了。後邊其實你可以不聽了，對嗎？後邊你可以不聽了。那我們可以聽出來，我們剛才猜測的內容完全是正確的。那他們一定是在飯館吃飯，而且男的是客人，女的是服務員，這是客人和服務員的關係。所以這個對話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熟悉的非常簡單的這樣的一個對話。如果我們先看了 A、B、C、D， 我們猜出了這個對話的情況，那我們重點去聽的就是烤鴨來還是沒來，
聽完了馬上就可以選擇出答案來，然後你不需要聽女人在說什麼，你直接去看下一個題目就可以了。好，这个是我們的這個一個小小的練習，告訴我們預測真的很重要。然後我們再來看第三個，我們這裡還有一個練習答案已經出來了 ，C 烤鴨上得慢。好，我們現在呢來看一下 A 東西送錯了 ，B 收據不見了 ，D 男的沒帶名片，C 男的沒帶名片 ，D 女的收到包裹了。我們看到 A、B、C、D 這個呢稍微有一點點難。那如果我們看到 A 和 D 的話呢，很有可能是關於快遞在送東西、送包裹。但是呢 B 也有可能跟包裹有關係。但是 C 的話，男的沒帶名片，這個呢就跟送包裹沒有什麼關係，就可能會是變成客戶了。但是呢，根據我們的一般經驗，如果你看 A 和 D 它是完全相反的意思，那很有可能答案就在 A 和 D 裡邊有一個是對的。那麼這個我們看到 A、B、C、D 以後，我們可以猜出來，很有可能是關於送快遞的一段對話。東西是到了呢，還是沒到呢？我們要去聽一下或者是說也有可能是 B 和 C 裡邊是對的，但是沒關係，我們認真去聽，我們知道了 A、B、C、D 的內容，我們很容易去注意我們的對話內容是什麼樣子的。我們來一起試一試，我們可以去知道我們應該聽什麼，這個是很重要的。18，您檢查一下包裹，如果沒有問題，請在這兒簽個字。好，我先打開看看。根據對話，下列哪項正確？好，那麼我們聽到男的說，你檢查一下包裹，沒問題的話，在這兒簽個字。所以聽到這句話以後，大家應該馬上把答案選擇出來。那答案就是 D， 女的收到包裹了。因為男的說你檢查一下，一定是已經到了。他說呢，女的說呢，我檢查一下我要先檢查一下對不對？所以這個是女的收到包裹了。好，我先打開看看，它是要檢查的。那麼答案已經出來了，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如果你提前看 A、B、C、D， 你可以猜出來你後邊要聽的對話大概是什麼，你的心裡有一個準備，你會聽到什麼樣的詞，什麼樣的內容，然後你會覺得很放心。那第二就是，如果你看了 A、B、C、D， 你在聽的時候，你會知道你重點應該去聽什麼信息，因為 A、B、C、D 裡的信息你要去一一的確認它們對不對，所以你會知道你應該聽什麼。那第三就是看 A、B、C、D 的時候，你可以先有一個重點你可以先選擇出來，比如說這個 A、B、C、D 裡面 A 和 D 很有可能是答案，所以你會重點去看 A 和 D， 就是你看到了一樣的部分或者是相反的部分，你就會知道它們應該可能會是答案。但是哪一個對呢？我就要去聽了，我要去判斷了。那麼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你在做題的時候會變得非常容易，你會知道去聽什麼，你會知道怎麼去聽，然後呢，答案就更容易找到。這個是我們在做聽力練習的時候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大部分同學反映在學會了這個方法之後，他們做題的時候做得更容易了，而且正確的可能性會更大。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小的方法，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學會，一定要注意。好，那麼我們一會兒呢我們來看一下，在提前看 A、B、C、D 的時候，我們剛才是看到了一些A 和 D 或者是 A 和 B 差不多呀，或者是有一樣的內容，或者是相反的。
我們大概告訴大家，我們在听力的时候 ，ABCD 我们会注意听什么。那我们后边呢会告訴大家，在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方面我們是需要去注意。因為我們會在 ABCD 裡面看到，我們一會兒呢一起來學習一下。在我們做5級聽力第1部分的時候，我們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然後我們要怎麼去解決這個是我們HSK 5級聽力第1部分重要去學習的內容。可能會問到什麼樣的題目，可能會有什麼樣的詞彙我們要怎麼去解決，這個是我們之後要學習的內容。好，那我們現在呢先休息一會兒。